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抽风加拿大》，我是陆。前几天多伦多下雪，大家有被冻到吗？如果没有被冻到的话，不用着急，因为多伦多的极寒天气马上就来了，给你点颜色看看。多伦多的冬天，绝大多数人要做一件事儿，换雪胎。我们今年呢决定自己换，今天就拍一期视频，然后看看我们换雪胎会不会很顺利。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经验啊，明年也可以自己换，省一笔钱。Go， 干就完了，奥利给！这个是我前一段时间在网上收的一套二手的雪胎，带轮毂，然后胎一共400块钱，非常划算。这个纹路还很深。如果大家像我们一样，雪胎都是买了二手的，你买的时候有几点要注意的。一个就是这个每个轮胎都有几个数字比较重要，一般你去看的时候，别人卖的时候也会告诉你。当你去选购轮胎的时候，有许多数据需要注意，其中最常被提到的是这一组。245、45、R19。245的单位是毫米，它指的是轮胎从外侧到内侧的宽度。45代表了轮胎的扁平比，也就是轮胎的高度是其宽度的45%。以图中轮胎为例，这条轮胎的高度是245毫米的45%，也就是110.25毫米。R 指代的是轮胎的种类，即子午线轮胎。可以理解为一种轮胎的结构工艺。19指的是轮毂的直径，其单位是英寸。除此以外，每条轮胎上还会标有其生产的年份信息。一般我们认为轮胎的寿命是3到5年，总行驶里程不多于6万公里。但在实际生活中，每条轮胎根据使用的情况差异，其寿命可能会更短，也可能会更长。如果你要购买二手雪胎，这些数据是最重要的参考之一，所以我们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是完全不懂车的话，如你要是换雪胎自己买的话，最好是跟你之前的4季胎是买同样的型号的，这样是最保险的。如果你想换大1号或者换小1号的话，我们都比较建议你咨询更专业的人士，因为每个车的情况不太一样。装就完了，来吧。哎，你可以去之前，你弄之前先讲一下这些工具咱们需要做的用的。刚刚我们蓄满力准备换我的车的雪胎的时候，发现我那个轮胎锁找不到了，因为我之前去做了一个动态平衡，对调了一下轮胎，顺便有可能那师傅忘记给我放到后备箱了，所以我明天要去找一找。我们先把它放松一下。换雪胎的时候，我们需要使用千斤顶把车轮撑离地面，但在进行这一步之前，可以先用轮胎扳手拧松轮毂上的螺丝，因为轮毂上的螺丝如果长时间没有拆装过的话，可能会比较难拧松。顶起车身后再拆螺丝，用力的同时会导致车身晃动，这样有安全隐患。拧松螺丝后，使用千斤顶顶起车身，千斤顶一定要顶到车底主梁的固定位置。待车轮被顶离地面后，就可以开始更换轮胎了。有朋友问我，第一次换雪胎怎么做才能让人觉得我经常自己换胎呢？我回答他说，放置一个轮胎到车身下，这样既是一个双重保险，也可以让路过的人认为你是一个专业的老司机。拆掉已经被拧松的螺丝，轮胎就可以被取下来了。在更换上雪胎或换回4季胎时，你需要注意，此时你手中的这一条轮胎是否应该被安装到这个位置。有些轮胎上有车轮前进的方向标识，它能帮助你分辨轮胎应该被安装到哪一个位置。但是有些轮胎并没有这种标识。当轮胎上也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标注时，把车胎纹路较深的轮胎装到前轮位置是一个更保险的方案。换好雪胎并适度拧紧螺丝后，你就可以放松千斤顶了。注意，在进行这一步操作之前，千万要记得把之前放置到车底的轮胎移走，以免车身高度降低后，车身和轮胎发生挤压。移走千斤顶以后，使用带有可调力度的轮胎扳手，把轮毂上的螺丝拧紧到安全的受力范围。这个很重要，这个 torque wrench， 最后就是防止大家用力过猛，把它那个螺丝就是拧坏啊之类的，所以我们要有个这个。大概我们就是每个车型的话，需要的那个重量不一样，一般是80磅到120磅之间。控制调节。对。
搞定了。现在这辆本田思域就已经快换好了，再之后的一个步骤就是你要检查你的那个轮胎的胎压是不是没有问题的。好了，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真正的主题了，就是如何给一辆911换雪胎。第一步，你需要找一辆Type R练一下手。给911换雪胎跟给Type R换雪胎有什么不一样吗？给911换雪胎跟给Type R换雪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啊，一看就是德国车高级啊，这整个拧的质感都不太一样。大多数汽车的轮胎更换方法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在更换前准备好相应的工具，并上网查看更专业和详细的教程。做到这些，再贵的车换起胎来也不会手抖。当然，我们讲的是更换已经装好在轮毂上的轮胎。如果是用手头的轮胎替换掉原轮毂上的胎，就需要去专业的汽修店操作了。你那应该36就行，全是36。有一个小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也跟朋友一起换雪胎的话，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拿一个相机，假装在拍他们，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偷懒，然后他们就可以帮你把所有事都干完。情况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反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整个换雪胎的流程，最重要的还是每一步要仔细，好像也就这样了啊。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做一期 vlog， 记录一下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就正式迎接冬天到来了，然后祝大家冬天快乐，下期再见，拜拜。